行考验着我们的细心和耐心，所以在每一次飞行训练中，要把握好关键环节，严抠每一个细节，尤其是起飞着陆阶段，要特别关注发动机的参数和直升机的状态。2021年12月27日是蒲玉婷终生难忘的日子。这一天，她驾驶直升机飞上蓝天，成功通过了考核，成为了中国陆航部队首位女机长。蒲玉婷1990年出生，来自陕西省西安市。2008年9月入伍，曾服役于中国空军，是第9批女飞行员，也是一名歼击机女飞行员，驾驶过出教6、教8飞豹歼击轰炸机3种机型。2014年，蒲玉婷跨界来到陆航部队，从固定翼飞机到直升机，成为首批武装直升机女飞行员。歼击机飞行，它因为是一些特技动作，它在操纵上要求的杆的行程啊、量都稍微大一点。但直升机呢，它就是需要的是量小，然后精，然后操作动作准。直升机我觉得它的这个灵活性更强，然后它能前飞、侧飞，还可以后退飞行。然后它在这个低空飞行方面，我觉得具有很大的优势。相对于高空高速的歼击机，低空作战的武装直升机风险更大。在最初改飞直升机的几个月里，蒲玉婷需要将以前固有的思维方式推翻重来，这给她带来不小的压力。由于歼击机涉及更多的特技动作，又因高空高速的特性，在操作上幅度要大一些。而相对于歼击机，武装直升机更适应低空作战，在悬停、起落、仪表飞行等科目的训练中，需要更加耐心细致的小幅度操作，以实时修正飞行姿态。这让原本信心十足的蒲玉婷在训练中几次碰壁。她结合自己过去的歼击机飞行经验，把优势充分利用起来，学习直升机的航空理论、飞行技能。我才开始学飞的时候，教员都普遍反映我这个操纵动作量比较大，然后动作比较粗，行程比较大。我感觉是跟我以前飞歼击机飞行就是相关的。然后之后的飞行中，逐步的自己去克服，每次量小一点，然后精准一点，然后一步步的克服。每一次执行完飞行任务，蒲玉婷都要和机组成员对飞行情况进行复盘，提出飞行中的问题和建议。他在我们眼里一直是一个标杆，在飞行工作中不仅自己力求完美，还针对我们每个人薄弱的地方，带领着我们反复磨练，一起探索改进的方法。正是因为不懈的努力，蒲玉婷在飞行生涯中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绩。2020年9月，中部战区围绕岛上进攻战斗使命课题，开展了海上实弹射击演练。他和战友们细心演练，出色完成演练任务。2021年7月，在漠北某训练场的实弹射击任务中，蒲玉婷驾驶战鹰精准命中目标，获得了第1名的好成绩。下一步，我觉得作为机长飞行，我还是需要不断夯实自己的航理基础，然后打磨自己的飞行技术，让飞行技术更加精湛，然后不断提高，把握全场动态能力、特殊情况的处置能力，然后不断的向老教员、老机长多学习、多请教，然后使自己早日成为一名成熟的机长。好的爱情志趣相投，好的伴侣亦师亦友。蒲玉婷的丈夫宋佳也是陆航部队一名出色的飞行员。俩人相识于2015年，虽然聚少离多，但是一有时间，他们就互相学习，互相探讨飞行技巧，甚至有时候各自还会给对方下战书，切磋武艺。2016年11月11日，宋佳和蒲玉婷登记结婚。这一天正是人民空军建军节，选择这个日子举办婚礼，自然不仅是为了庆祝脱单，他们更想用这个日子记录下志同道合的飞行梦。在婚礼现场，蒲玉婷的伴娘们可以说是最硬核的阵容，她们都是中国空军女飞行员，也是蒲玉婷的空军航空大学的同学。看到自己的姐妹喜结良缘，高璞瑜等女飞格外开心。婚后，他俩相聚的日子少之又少。两人虽在同一个单位，但因飞行任务不同，日常工作没有多少交集。
再加上两人按要求居住在各自的飞行员宿舍，只有在不承担值班任务的周末才能相聚家中。2018年6月，他们儿子安安出生，取这个名字寓意起落平安、健康平安。产假结束后，蒲玉婷就开始逐步尝试恢复性训练，经过不断努力，2019年11月，她终于重返蓝天。飞行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，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。由于女性的身体和生理因素，女飞行员往往要比男飞行员付出的更多，承受的压力更大。因为在战场上，敌人也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女飞行员而不去打你，是不分男女的。只要坐在驾驶舱内，你就是一名战斗员，你的目标就是为了打赢。对于蒲玉婷来说，晋升机长不仅仅是驾驶舱座位的变化，面对新身份、新挑战，她重新起航，迎接挑战，以一名机长的身份带领机组成员继续向战惊飞。既能驾驶歼击机，又能驾驶武装直升机，还是中国陆航部队首位女机长，这在中国仅有一人，她就是14亿分之一的女飞官蒲玉婷。